我是小行动大智慧的主持人依荣。今天我将为你发掘如何在居家实践可持续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踏出第一步。美国原住民有一句名言：地球不是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的，而是我们从后代手中借来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地球，让后代有同等的机会发展和繁荣。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目标总共有17个，通过全球人类共同行动，消除贫困，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和繁荣。小行动大智慧，开始行动喽！小行动大智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这个世界上，每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每天与饥饿斗争，8亿多人无法温饱肚子，每天有24000人，当中将近一半是儿童，因为饥饿及其相关原因离开人世。换句话说，每8秒钟就有一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另一方面，每年有大约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而大马人在1天内所浪费的食物量足以喂饱1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且让人深思的数据。为了不浪费食物，来自吉隆坡的美容一家人一直都实践空盘计划，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珍惜资源的习惯，不浪费食物成为他们家庭教育的一部分。空盘计划就是提醒自己拿适量的食物，把盘上的食物都吃完，就这么简单的行动。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举动，因为它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改变，创造零饥饿世界，从你我开始。如今，地球暖化是人类面临最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我们每家每户每天用的电源、水源所造成的碳排放，就是地球暖化的原因之一。记得关灯，记得关风扇，记得关冷气，记得关水喉，这些话已经成了严家的口头禅。家里的3位小朋友都成了节能的监督员，他们在家里互相提醒，不但减少了电源和水源，更重要的是帮助地球减少暖化。值得赞扬的是，在他们一家人的行动下，严家近几个月的水费已经明显下降了70到75%，实在太棒了！严家加油！这里再给大家一个节能的小贴士。采用节能灯泡可以有效减少碳足迹高达4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使用期限比普通灯泡长达10倍。大家可以改用节能灯泡哦。接着我要为大家抛一些惊人的数据了。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的报告，马来西亚是亚洲塑料包装消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每个马来西亚人在1年内平均消耗16.8公斤的塑料包装。那么，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会难吗？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创家家族怎么做吧。来自吉隆坡的慧莲从小灌输儿子自备容器，儿子不断养成自律的习惯，还会自己准备和清洗每天用的饭盒，这是一个很棒的亲子培育行动。来自槟城的秀丽在几年前带动一家人实践居家可持续生活方式，一开始也不那么的顺利，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It was about 3 years ago when we started bringing our own food container and bags and practice no single-use plastic policy. I admit that I was a bit worried initially about how other people might think about us, thinking that we might be a bit weird. Initially, we were slow and disorganized and clumsy, especially dealing with very odd-shaped vegetables or forgetting to bring suitable containers for liquid soups. To the extent that sometimes a food seller might give us a look that says, "Why are you so troublesome, so mafan? Just use plastic lah." But we persisted, we became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organized to the extent that it's now second nature to us to bring our own cutlery, our food container. It has been a good learning curve, we learned a lot.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might think. We must be good role model for our children and we must be the change that we wish to see. 在秀丽的坚持、带动、影响、教育和鼓励下，一家人不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也成为了自备餐具和环保袋的行动家。在实践当中，也发挥了巧思，设法再循环和再使用，不随意丢弃，爱惜所拥有的一切。最让秀丽欣慰的是，造就了家里3位绿色环保英雄。I feel proud to be a green hero because it helps me to get an opportunity to save different species of animals, plants,
and habitats. I feel proud of saving the whales and the turtles by not using plastics and using own containers when buying food. I feel proud of being a green hero because I feel that I am like saving the only planet that supports life in the whole universe. 这3位小朋友真的很棒，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秀丽接触了布料制作的卫生巾，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当我知道一次性卫生巾需要500至800年的时间来分解的时候，身为女性的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每个月的必需品居然会对地球带来这么大的负担啊！3年前有机会接触到布做的卫生巾，就感到很好奇。这一试我就爱上了它。它比起一次性的卫生巾来得更加舒适，而且还帮助我解决了一直纠缠着我的皮肤敏感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清洗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习惯就好了。而且从中的过程，我也对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能够爱惜自己，而且又能够爱护地球，何乐而不为呢？原来一次性的卫生巾需要至少500年才可以分解啊！女性朋友们，是时候我们要考虑采用布制的卫生巾了。那么你想不想自己动手 DIY 呢？那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那我已经用了 DIY 的卫生棉呢，已经有2年了。那制作过程呢是非常的简单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根据内裤的长度跟宽度呢，去剪一片长方形的棉布。那长方形的棉布的长度呢，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可以随意的加长。因为呢，折起来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厚，然后就容纳比较大了。OK。另外呢，我们就要剪一个防水布呢，也是长方形比较小片的。过后呢，就把它们呢缝起来，就大功告成了。我个人呢就喜欢利用废物或者是可循环的材料呢，去制造小手工、小礼物，甚至是一些布置。除了和丈夫一起实践呢，享受这个过程呢，也有和身边的亲朋戚友去分享知识，还有去交流的。零垃圾生活呢，提倡的不只是一种环保意识，而是呢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是呢为这个世界呢担起一小步的责任。秀丽和舍利这2个家族是名副其实的零垃圾生活达人。自从加入了 Zero Waste Malaysia， 他们学习了 5R， 也就是 Refuse、Reduce、Reuse、Recycle 和 Rot。而环保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减少垃圾。我相信大家都有吃水果吧？那么剩下的水果皮丢掉吗？家里的菜头菜尾又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每家每户每天都有丢弃的厨余，而马来西亚人每天生产的36000吨垃圾里，有高达1半是厨余。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厨余可以怎么处理呢？丽萍和祁连，一个来自森美兰，一个来自柔佛，2位一直都会善用厨余。水果皮和剩余的蔬菜，除了是宠物的食物，还可以制成堆肥和酵素。他们的智慧和行动，把原本将被丢弃的厨余化身变成多功能宝物。祁连还自豪地分享说，他家的垃圾桶1个星期都还没满呢。好，现在我要为大家介绍2个爱好大自然的家族。来自吉隆坡的国强和太太将自家的庭院打造成绿色地带，他们自己翻土、种植、收割，完全没有使用农药，吃得健康。种植也成为了亲子活动的平台，他们教育孩子要珍惜地球资源和保护地球，不要浪费食物。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也培养了耐心与坚持，从失败中学习过来。来自沙巴的皇室家族，因为父亲是环保主义者，从小一家人就在保护大自然的环境意识下成长。他们一家有一个热带花园，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草药与植物。他们除了居家实践可持续生活方式，一家人更走入社区，参与社区植树活动，致力于扩大社众对保护自然意识尽力。看了刚才2个家族的种植生活，是不是也很想种植呢？可是又担心没有空间，就让我们来看看来自雪州的进城如何在有限空间发挥巧思，进行鱼菜共生的种植方法。
我丈夫呢，在4年前就开始了这个鱼菜共生的兴趣，就是把养鱼和种植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环保，而且呢还可以吃到有机的蔬菜，一举两得。我儿子呢就喜欢养鱼，女儿就喜欢种植，一家人就会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呢，就一起清理和照顾，一家人呢都享受其中。这种种植方法是不是也很特别呢？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哦。小行动大智慧来到了最后一站，我们从个人的行动到家庭、社区，最后来到教育的普及。如慈田 HI 会长强调，为了解决全球性种种问题，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透过教育对环境问题意识启蒙极为重要。来自吉兰丹的陈顺成先生，自从参观了希望的种子展览后，受到地球宪章的启发，决定以行动响应可持续发展运动。同时，他也将用完的洗衣液瓶变成装饰品，再循环使用，让原本将丢掉的垃圾赋予价值。我的心愿是推广希望的种子展览到吉兰丹15所华小，让新兴学子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地球宪章的相关原则。目前已获得3所华小的配合。陈先生继续加油，相信总有一天一定可以达成目标。另一方面，来自吉打州的陈雪芬老师，他观察到学生们自备的早餐都吃不完，把剩下的食物都倒掉，太浪费了。为了教育和灌输空盘的美德，他建议学生们和爸爸妈妈说，自己吃不完不用准备太多，适量就好。除此之外，他也在上课的时段播放一些教育的影片，让学生们懂得珍惜食物。现在，学生们浪费食物的几率也大大的下降，也懂得空盘计划的意义。唯有教育才能把可持续生活方式传承和宣扬到世界每个角落。小行动大智慧已经来到了尾声，我相信很多家族也在默默实践当中。如果你还没展开任何行动，观看我们这个节目后，请从你可以做的事情开始行动吧。